炸罗斯托夫空军基地，俄铁路枢纽烈火燃烧，炸毁俄 S-300防空导弹系统，狂虐俄军，乌军反攻收复扎波罗热，俄军伤亡突破104万，俄军夏季攻势失败，16万新兵待命，乌无人机配备战场新利器，精准打击俄命门，乌克兰撕裂俄防线，高架导弹惨被碾压，乌克兰反腐机构被总统收编，引发政坛地震。俄军战俘甩锅剧本曝光，人人哭诉被逼参战。7月23日，乌克兰战争局势再度升级。当天凌晨，俄罗斯发射71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城市，尽管乌军成功击落其中35架，仍有19个地点遭受直接命中或残骸击中，造成破坏。作为回应，乌克兰随即对俄罗斯境内发起大规模无人机反击，波及莫斯科、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沃罗涅日、图拉等10个地区。乌克兰无人机成功命中罗斯托夫的关键铁路枢纽，引发大火。据悉，7月22日晚，乌克兰瞄准罗斯托夫州的米勒罗沃空军基地进行了一轮新的突袭。根据开源情报技术发布的报告，当天晚上，米勒罗沃地区上空响起密集的无人机声，紧接住爆炸声此起彼伏。当地居民报告称听到至少10次爆炸，现场火光冲天，机场周边被熊熊烈焰笼罩。虽然俄方官方尚未发布相关战损通报，但从现场画面与民间目击视频来看，此次袭击规模之大，烈度之高，极可能对该基地造成了实质破坏。米勒罗沃空军基地是俄南部空军的重要据点，长期部署有苏25攻击机编队。另外，7月21日晚，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战略能源设施发动新一轮远程打击，目标直指东欧最大的天然气加工厂。乌方无人机越过俄方防空网，成功命中位于萨马拉州的新库比雪夫斯克石化公司，造成工厂大范围爆炸与火灾。目击者称听到至少6次剧烈爆炸声，现场白烟滚滚。虽然俄官方尚未通报损失，但有分析指出该工厂为俄罗斯重要的能源命脉之一，负责连接俄罗斯与中东欧天然气管线的多个输送节点，其受损可能波及整个区域的能源调度与出口能力。事实上，这已不是新库比雪夫斯克首次遭袭。今年3月，该地区的炼油厂亦遭乌军空袭，显示出乌克兰在能源战线上持续施压的战略意图。近日，克里米亚再传出多起剧烈爆炸声，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俄新社率先报道称，俄占克里米亚地区疑似一处军火库发生火灾爆炸，但未透露具体细节。当地媒体补充指出，这起事故亦为军火库起火所致。目击者发布的视频显示，克里米亚上空浓烟滚滚，笼罩一片灰暗。虽然莫斯科官方尚未对事件做出明确回应，但外界普遍猜测此次爆炸系乌克兰发起的导弹或无人机袭击所致。值得一提的是，乌军不久前还猛烈打击了扎波罗热附近的梅利托波尔弹药库，疑似使用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导致该弹药库发生多次剧烈2次爆炸。乌克兰军队近期在南部多个地区发起局部反攻。克里米亚爆炸消息传出后，乌克兰空军即派出2架米24武装直升机，接连投掷10余枚炸弹，重创俄军前线阵地，将目标区域夷为平地。另外，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7月20日，乌克兰动用海马斯远程火箭炮系统，对俄罗斯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展开精确打击。此次攻击的首要目标是一套部署中的 S-300防空导弹系统，导弹命中后引发剧烈爆炸，大量黑烟腾起。航拍画面显示俄军阵地遭到重创。随后，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除 S-300系统外，乌军还摧毁了俄军部署在该区域的 Nebel MU5N66M 雷达系统。乌克兰空军近日还使用 GBU-62 精确制导炸弹，打击库尔斯克州赫卢什科沃地区的俄军阵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则投掷温压弹，精准摧毁一栋被俄军用作据点的民宅。据悉，乌克兰正在持续绘制更高效的打击路线，以实现对俄罗斯本土更广泛、密集的打击。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
我们将显著提高对俄目标的打击频率和范围。凡是参与武器制造的基地，都应成为我们攻击的对象。在前线战况方面，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局紧张，俄军从新波尔塔夫卡村出发向西推进，攻入波克罗夫斯克东部门户、新经济镇，并向北突破乌军在卡河沿线设置的防线，目前逼近波克罗夫斯克北侧的罗金西克镇。俄军已从两座水库之间成功穿插，若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不迅速增援，该区域恐将被包围或被迫放弃。托列茨克方向，俄军在攻下比拉霍拉村后，正沿东翼持续推进，以抵达奥列克桑德罗舒尔地内定居点。与此同时，托列茨克西侧的谢尔布尼夫卡大部分区域也已被俄军控制。据 RBC 乌克兰报道，乌克兰情报总局特种部队近日在托列茨克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部署了多台信使型无人战车，这些装备在实战中不仅投掷爆炸物精准命中俄军阵地，还在多个战术点造成大量伤亡，初步估计击毙俄军数百人。战场视频显示，这些地面无人战车在炮火掩护下快速接近目标区，完成自动定位与投弹，随后脱离战场，展现出极强的战术机动性与攻击效率。令人瞩目的是，此前乌克兰第3突击旅还用一辆无人战车迫使俄军阵地内士兵投降，并押送俘虏至后方。这被军事观察家称为世界上首次士兵向机器人投降的历史性场面，标志住无人化战争已从支援走向主战阶段。在南部战线，乌军也传来捷报。WIS 战场地图显示，第128山地旅已重新控制扎波罗热方向的卡缅斯克村西部地区，该部队由国土防御旅重组而成，现已隶属乌军新建第17军，具备重装机动与山地作战能力。在苏梅方向，乌军过去24小时持续反击，成功收复近5平方公里领土。乌总参还公布，7月22日一天内，俄军新增伤亡1120人，至此俄军总伤亡已突破104.5万人。当前乌军继续坚守在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等边境地区，持续空袭俄方目标。乌军前总参谋长、中将伊霍尔·罗曼年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军在夏季发起的攻势已基本失败。他指出，俄军几乎耗尽了自去年冬天以来积累的全部攻势资源，却依然未能取得战略突破。他警告说，虽然目前局势暂时稳定，但情况依然严峻。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组建13个新师，总兵力达16万人，并尚未全面动用其装甲部队。罗曼年科预判，进入秋季后，战场形势可能对乌军更加不利。与此同时，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也发出警告，俄罗斯正准备自苏联解体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集结，克里姆林宫正调动整个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全面为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做准备，计划在2036年前投入11万亿卢布完成军备重整。目前已新设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新一轮建军行动正在推进。令人关注的是，俄军近来频繁袭击乌克兰各地征兵办公室，打击精度极高，乌方怀疑内部坐标被泄露。对此，乌议会国防事务代表维尼斯拉夫斯基宣布，将设立移动征兵中心，以分散化方式应对俄方精准打击。与此同时，乌国防部情报数据显示，在俄军人员伤亡中，高达 69% 由无人机造成，装备损毁则有 75% 同样归因于无人机。相比之下，传统火炮对俄军的杀伤力正在下降。如今，无人机已成为乌俄两军战场主角，并催生出各类反制手段。例如，俄军为一线士兵配发反无人机弹药，而乌军也为使用北约制式 5.56 毫米步枪的部队配备了多弹头弹匣，每颗子弹可分裂为5枚，形成瞬时弹幕，有效提升了对 FPV 自杀式无人机的拦截效率。近日，
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日益频繁，尤其是针对莫斯科地区的密集打击，使俄罗斯西部陷入持续的空袭警报之中。莫斯科的主要民用机场被迫反复关闭，航班中断，运输瘫痪，表面看似是一场局部混乱，实际上却击中了俄罗斯国家结构中最为脆弱的环节，对航空运输体系的极度依赖。作为全球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直线距离超过9000公里，地广人稀，基础设施薄弱，使得飞机成为连接其广袤国土的关键纽带。数据显示，仅2025年夏季，俄罗斯航空公司就运输了超过3500万人次旅客，全年预计达到7260万人次。航空不仅是民众通勤的主力方式，更是俄军兵力调配、资源运送的中枢通道。然而，随着莫斯科机场的反复关闭，远东的海鲜无法送达圣彼得堡，西伯利亚的工业零部件滞留在产地，前线补给受阻，后勤链条被撕裂。这一系列连锁反应远不只是交通困局，而是对俄罗斯超大体型国家模式的一次精准破防。乌克兰利用无人机撬动了这个庞大帝国难以掩饰的结构性死角。尽管俄军拥有 S-400、铠甲 S-1等先进防空系统，但这些装备原本用于拦截高空高速目标，对于低空慢速、体积微小的无人机几乎无效。7月20日至21日2天内，俄军虽宣称击落289架乌方无人机，但仍有多架成功突防，其中一架残骸甚至坠入莫斯科拉缅斯科耶区居民楼，引发火灾，震惊外界。这一尴尬的局面背后，是无人机战争所带来的性价比陷阱。一枚 S-400 导弹造价高达400万美元，而乌克兰的 FPV 自杀无人机成本不过800美元，甚至更低。俄方不得不以昂贵的防空系统对抗极其廉价的空袭工具，不仅劳而无功，还令国防资源不断消耗。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之所以令人震惊，除了成本低廉，更在于其战术创新和技术整合能力。乌方大量使用 3D 列印、开源软体和民用改装技术，通过农用无人机改造为攻击平台，实现大规模快速量产。同时，他们利用物流渠道将关键零部件运入俄罗斯境内，在本地进行组装，再从内部发动突袭，有效突破俄防线。更令人瞩目的是乌军在 AI 技术上的应用，他们开发的人工智慧辅助系统可自动识别目标弱点，如雷达、燃料舱等关键部位，实现远程精准打击。这不仅减少了对操作员技能的依赖，也显著提升了命中率。俄罗斯国土面积虽大，却反而在无人机战术下成为负担。6万公里的国境线，分散而稀薄的人口密度，极为脆弱的交通和通信网络，使得防御难度呈几何级上升。即便将所有 S-400调往莫斯科，也难以应对多方向、低空同步来袭的无人机群。更严重的问题是，为了保卫首都，俄罗斯被迫将原本部署在前线的防空系统抽调回后方，直接削弱了战线的整体防空能力，形成腹背受敌的窘境。近日，乌克兰国内突然引爆一场震动政坛的政治危机。7月22日，乌克兰议会以高票通过第12414号法案，将原本独立于政治系统之外的国家反腐调查局纳布和特别反腐检察官办公室置于总检察长直接控制。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随即签署法案，这一举动被欧盟视为严重的制度倒退。扩展事务专员马尔塔·科斯公开警告，此举将严重损害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欧美冻结俄资产本就处于国际法灰色地带，其道义合法性建立在俄罗斯非法侵略，乌克兰是无辜受害者的叙事之上。乌克兰要获得这笔资产，不仅要在战场上抗敌，更需在制度上树立可信的治理形象。但当乌克兰议会在31名涉腐议员中，有18人支持削弱反腐权力的法案时，这种制度自毁的信号，不仅动摇了西方对乌克兰的信任，也为俄方在信息战中提供了绝佳弹药。战争进入第3年，
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逐渐从无条件承诺转向绩效考核，尤其是在俄资产问题上，不少欧洲国家已表态，即便资产被冻结形成重建基金，其管理权仍应保留在冻结国，而非乌克兰。原因很简单，乌克兰当前的制度操作无法证明自身具备管理如此庞大资产的廉洁性与透明性，设想将这些资金交给一个削弱反腐、政治干预调查的政体，无异于将公信力置于险境。曾为乌克兰战争援助最积极国家之一的波兰，如今也公开表达失望。7月23日，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直言，乌克兰作为一个腐败国家，将无法加入欧盟。乌克兰国内的制度崩坏正为俄罗斯提供新的战略空间。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已开始广泛传播乌克兰内部混乱与腐败现象，企图削弱西方援助的正当性。正如乌克兰国防情报部门所警告，下一场战斗也许不在战壕，而在新闻与议会之间。7月23日凌晨1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罕见的深夜发声，正面回应了近日有关国家反腐机构改革法案引发的争议。他表示，乌克兰反腐系统的调整并非削弱，而是一次清洗俄国影响力的必要行动。泽连斯基透露，他当天与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特别反腐检察官克莱缅科、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以及安全局局长马柳克进行了闭门磋商。谈话的核心是如何确保乌克兰的反腐系统在对抗战争与内部腐败的双重压力下，依然能够保持独立性与有效性。他说道，我们的反腐败体系必须彻底摆脱俄罗斯可能渗透的所有影响因素，这不仅是安全问题，更是国家主权的底线。他进一步批评，过去数年，乌克兰一些高官因贪腐潜逃海外，却能在某些极为舒适的国家安然生活，逍遥法外。他质问，为什么数十亿美元相关的刑事案件多年没有进展？为什么某些人至今还能从乌克兰内部获取敏感信息？泽连斯基明确指出，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检察官办公室将继续运行，关键在于总检察长办公室必须展现真正的执法力度，让惩罚变得不可避免，并让人民真正看见正义。这一表态直接回应了近日在乌议会通过的反腐法案所引发的争议。尽管该议案在议会中获得了 81% 的高票通过，却在外界舆论场遭遇大量质疑，被指可能削弱反腐独立性。而泽连斯基显然试图重新设定这场政治斗争的焦点，这不只是法案的文本争议，而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一场隐蔽的制度战。在乌克兰前线，俄军战俘的悔过剧本已经成了老套路，一个个镜头前泪眼婆娑，张口就来，我没杀人，我不想来，我是被普京逼的。这类台词如今在乌军营中几乎人人熟知，以至于乌军士兵都可以替他们背出台词。有人甚至调侃，这些战俘个个都有甩锅冠军潜质。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俄军战俘重复这些话术，他们被迫参战的人设正在迅速崩塌。悔意变成了标配，反倒变得空洞无力。他们的理由也很统一，家中有年迈父母，有孩子上学，不参军就要坐牢，被罚款，断水断电断贷款，连房子车子都被冻结。去打仗虽然危险，但起码还能领点军饷，比在家被社会系统性碾压要体面一点。但这不是借口，他们确实参与了杀戮。从他们的证词中也拼出了俄军内部的阶级社会，有背景的当官，坐办公室，军装穿的体面，有点钱的能买个安全岗，当个通讯兵、后勤兵，而没钱没关系的普通人，直接送进突击队，第一批冲雷区。这些突击队在俄军体系里几乎成了炮灰中队的代名词，不值钱的人被直接推上战场，用命去探雷。而拒服兵役的新法规更是将这套体系制度化，例如拒绝参战是10年监禁，迟到、逃跑同样最高10年，不去报到不仅会被列入黑名单，还会被冻结资产，连网贷都批不下来。更荒诞的是，那些主动参战的知识分子型战士也开始装可怜，像一名名叫皮特克维奇的战俘，自称是双学位毕业生，
还曾与纳瓦尔尼有过接触，但他最终选择加入瓦格纳雇佣兵，扛枪上了前线。这类人高喊着自由反战，最后却成为自由行刑官，抓住以后又来那一套。我被误导了，我其实不想杀人。这种言辞的苍白可想而知。他不是农夫，不是学生，而是签了合同，拿了佣金的职业士兵。说误导不过是企图减轻责任的托词。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